哎，这亮了，哎，亮了，它怎么亮了？亮了吗？最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正在对中国等14国的人权记录进行审议。中国呢是1月23号刚结束不久。视频开头就是中国代表团调试设备忘了关麦可爱的小失误。不过呀，我看到网上有评论说呀，人权理事会就是西方的傀儡不说人话，不干人事儿。咱们不能这么说，因为咱们中国自己就是人权理事会的理事国。有的人可能又会问了，14个国家被审议，怎么没有美国呢？实际上有美国只是还没轮到。这个审议叫普遍定期审议，什么意思？普遍就是人人有份，193个会员国谁也逃不了。定期就是每隔一段时间来一次。目前的周期是4.5年，所以193除以4.5等于42.8每年开3次会，审议42个国家。这次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14个。美国上次是2020年当时收到了341条建议，比如索马里劝美国考虑批准余下的所有人权公约说实话，索马里这个也是有点幽默。日本劝美国消除种族歧视南苏丹劝美国减少暴力犯罪，南苏丹还在打内战呢，维和部队都在那蹲着劝美国减少暴力。但这也没什么，你不是厨子也能评价别人的饭做得如何。这次还有人说很多国家劝中国停止执行死刑是不是干涉内政？这个呢不针对中国，他们也劝美国停止执行死刑。所以一到死刑问题，你会发现中国、美国和日本是站在同一阵线的，大家一起说自有国情在此，尊重各国主权。反而俄罗斯作为一个废死国，劝大家不要执行死刑。再看法国也要被审议，索马里上来就劝法国禁止核武器，五常都得上来接受批评建议。其他国家就更别说了比如索马里，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建议他搞好教育工作，索马里甚至表示很赞同我们马上改。索马里也有不赞同的，说我们考虑考虑，之后给你答复，比如加入一些核心国际人权文书好家伙，合着你自己没签字，忽悠美国去签字。所以你大概也就知道这是个什么情况，就是一个国家4-5年上来一次，汇报一下成绩，也搞一下批评与自我批评接受一些意见。这个不能说全都是干涉内政。比如中国也曾经建议日本打击人口贩卖和性剥削，但是有些建议无中生有，恶意造谣借建议之名去攻击他国，这就可能构成干涉内政了。实际上，中国接受了很多外国政府关于人权问题的建议，比如说上一轮审议在2018年，各国提出了346条建议，中国接受了其中的284条，逐一落实在这一轮审议向理事会还做了汇报。我们将继续支持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工作，继续在人权理事会倡导对话与合作，将加强同人权高专办的交流与合作。2024年将为支持高专办建设经社文权利知识中心捐款100万美元。在随后的互动对话中，中国代表团愿坦诚回答各国的问题，包括报告员国事先向中方转来的问题。我们也期待各国为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提出真知灼见。这就是善意的建议呢，我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胡说八道的建议绝不接受。那我这样简单一讲呢，相信大家已经明白这大概是怎么一回事儿。如果呢您还有兴致，我就来简单讲一讲什么是人权，人权理事会究竟是干什么吃的，普遍定期审议是怎么操作的还有什么审议我们可以围观。翻开联合国宪章在序言里我们就可以看到，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什么是人权？人权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发展是人权，自由是人权，平等是人权，甚至活着也是人权，这叫生命权。人权呢也是联合国系统的3大支柱之一另外2大呢是和平与发展。在人权保障方面，联合国最大的成就可能就是创建了全面的人权法体系，并且建立了一套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机制，协助各国履行职能。一言以蔽之人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谁说的你们自己查。但是我们要注意，实现人民充分享有人权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奋斗目标，
不代表一些国家可以将自己所谓的人权标准强行加诸他国。各国人权发展道路应该根据各自国情和本国人民的意愿决定，这就是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再来简单介绍一下联合国的人权法体系以及一些比较重要的机制和机构。联合国人权法体系的基础是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宪章开创性的把人权保护的概念融入了集体安全体系的核心设计。世界人权宣言呢，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系统性的、全球性的对人的基本权利及其普遍保护进行具体和明确的规定，甚至成为许多新独立国家宪法的思想来源。提到世界人权宣言有一位中国人在他的起草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就是张彭春曾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在起草过程中他力主加入儒家人的思想，避免使法案的渊源过度西方化。他甚至建议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花上几个月时间好好学习一下儒家的基本知识。于是呢，人被翻译成了良心和理性共同作为人类的一项基本特质，被体现在了宣言的第1条。张彭春还主张不同文化宗教传统可以通过各自角度解读宣言，反对在宣言中加入人权由上帝赋予这样的表述，并且强调社会经济权利也是人权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联合国人权司司长约翰·汉弗莱将张彭春描述为人权委员会最令人尊敬的代表之一，是一位妥协艺术大师。那么世界人权宣言里面说了什么呢？在序言里，宣言写道：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各国呢要努力使这些权利和自由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和遵行。宣言有30条具体条款相当短，如果你有兴趣的话5分钟就可以读完。如果你还觉得太长，我可以再精简一点。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享有法律的平等保护，享有婚姻自由，享有社会保障，享有休息和合理工作时间的权利，享有免费和义务的初级教育。最关键的是，任何人无论其种族、性别、身份、地位，都应平等地享有这些权利，并且人人有权要求一种社会的和国际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本宣言所在的权利和自由能获得充分实现。这一条甚至赋予了我们改革不公平的国际秩序的权利。我觉得世界人权宣言确实可以说是一份具有普世价值的国际文书如果你不同意，你也可以评论区分享一下上面提到的哪些权利你觉得是不应该有的。1966年，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2项国际公约，进一步对基本权利进行细化。这3份文件加起来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国际人权宪章。除了这3个法案以外，还有一系列针对更具体问题的国际公约，比如这次南非诉以色列用到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还有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等等等等，这些共同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联合国人权法体系。那么有了法律之后，就需要配套的机构基于这些法律制定政策审议法律的执行情况，并且呢就违反法律的情形进行应对。联合国人权机制分为2大类机构宪章机构和条约机构，分别对应着我前面讲到的3大人权宪章和10份核心人权公约。宪章机构指的就是人权理事会，这是联合国人权系统的最高级别机构，于2006年成立，用来取代人权委员会。一个冷知识，理事会一般比委员会高级所以这是版本升级了。人权理事会呢有47个理事国，由联大选举产生，每届任期3年，连任不得超过2届。自2006年起，中国当选人权理事会成员6次，是当选次数最多的国家之一。人权理事会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普遍定期审议，这一制度在联合国系统中也十分独特。普遍定期审议每一轮的审议周期是4年半，在此期间呢，所有联合国会员国的人权记录都要接受审议。这一机制的最终目标是改善每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怎么改善呢？评估各国的人权记录，并处理侵犯人权事件，为各国提供技术援助，并分享更好的保护人权的方式。具体的审议工作由理事会47个成员共同组成的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主持。
但其他联合国会员国也可以参与到相关讨论。理事会在审议开始前会抽签为每个待审议国家随机选出3个理事会成员，组成3国小组，负责整理问题、主持会议。今年呢，针对中国的3国小组成员分别是阿尔巴尼亚、阿联酋和马拉维。每一个接受审议的国家都有权提交报告介绍本国在改善人权状况和克服相关挑战方面采取的行动，同时呢，也要听取其他国家提出的建议。3国小组负责最后撰写结果报告，并在审议工作组会议上进行讨论。接受审议的国家可以对报告中的建议发表初步评论选择接受或者拒绝。选择的结果也会载入报告的最终版本，最后在呈交人权理事会的全体会议表决通过。然后在接下来的4.5年里，就要通过国内的立法和行政程序推进建议的落实。除普遍定期审议外，作为宪章机构的人权理事会还有一些特别程序，由人权理事会任命的独立人权专家对涉及的具体专题或者特定国家的人权问题提出报告和建议。这些专家以个人身份独立履职，不属于联合国的工作人员，也不领薪酬。现在有46项专题任务和14项国家任务专题程序的名称往往很长。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曾经批评日本排放核污染水决定的马克思·奥雷利亚纳，就是危险物质及废物的无害环境管理和处置对人权的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近期就巴勒斯坦问题发生要求实现永久停火的人权专家，就包括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特别报告员，当代刑事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特别报告员，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及其因果问题特别报告员等。国别程序呢，针对特定国家，比如缅甸、柬埔寨、巴勒斯坦、备战领土、索马里、朝鲜等等。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另一类机构是条约机构。条约机构呢，是指根据核心条约建立的由独立专家组成的10个委员会，其首要任务是审议各缔约国介绍其执行条约情况的报告及履约审议。第一个条约机构是1969年成立的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其他较著名的条约机构呢，包括肖夫奇委员会、经社文权利委员会，还有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等等。每个委员会还有自己的履约审议跟普遍定期审议差不多，但是呢，议题更专精，对象呢不是全体会员国，而是各公约的缔约国。那差不多呢，人权机制大体就这么几种。相信呢，各位聪明的小伙伴应该已经有所了解。人权呢，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人的自由是人权，人的生活也是人权。确实有一些国家将人权政治化、武器化利用人权议题干涉他国内政，甚至有利用人权议题颠覆他国政权的。但是也有很多国家和人权专家在联合国人权机制框架下，基于国际法的立场，推动世界各国的人权发展。之前我们也做过一些介绍，你会发现很多专家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很深的了解，比如从劳动法到婚姻法，从高房价到996，从农民工到外卖小哥，甚至于户口这个我都不知道英文该咋翻译的词儿他们都如数家珍，还确实能够给出很多颇具建设性的意见。有些已经被中国政府采纳作为政策推行了。所以我们对待人权问题应当采取什么立场，中国政府已经给出了明确的回答。中国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和当代实际相结合，走符合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就是每个人都有人权，每个国家都有义务保护人权不能搞歧视不能搞双标。走符合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就是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人权的保障政策。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持续制定和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主要大国，我们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做出了中国贡献，提供了中国方案。所以千万不要谈人权色变一谈人权就是美帝操控，这是把人权的定义权拱手让人。正相反，我觉得应该鼓励更多的中国人学习人权，了解人权，学习国际人权法，学习和发展中国的人权理念，也让其他国家的人民享有生命、发展和自由的权利。有人说过，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没有任何国家的人权记录是完美的，但关键的是我们如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感谢你看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欢迎评论区留言。我是小 Q， 我们下期再见。